早安啊各位，或者姐该问，各位最近是不是被朋友圈里那些一针见效的瘦身神话刷屏了？在2026年的今天，如果你还不知道 GLP-1是什么，那你可能真的在健康圈断网了。简单说，这玩意儿就是现在全世界富豪和明星都在偷着打的减肥针核心成分，它能让你不饿，能让你看见红烧肉就像看见砖头一样毫无胃口。但是姐今天要给各位泼一盆透心凉的冰水。那些靠打针瘦下来的人，他们没告诉你的是，停药后的报复性反弹有多恐怖，还有那种因为肌肉流失导致的断崖式衰老脸。最关键的是，为了减肥，难道我们要一辈子靠这种外源性的激素来接管我们的身体吗？姐今天要把这个价值万金的秘密交个底，你的肠道本身就是一座高产的 GLP 一家工厂，你不需要花几千块钱去儿那一针，你只需要学会如何通过生物黑客的思维，打开你身体自带的这个减肥开关。今天这期视频，姐不聊玄学，只聊干货。我们要聊的是如何让你的身体自产天然瘦素，让你不仅瘦，还瘦得气色红润，精力爆表。首先，咱们得搞清楚，为什么全世界都为这个 GLP 疯狂。GLP 全称叫胰高血糖素样肽名字挺长，各位不用记，你只需要把它想象成你肠道里的一名金牌保安。当你吃下东西时，肠道里的 IL 细胞就会分泌这种激素，它的工作有三步。第一，它会告诉你的胰岛素，赶紧出来干活，把血糖降下去。第二，它会告诉你的胃，嗨，兄弟，慢点卸货，让食物在胃里多待一会儿。第三，也是最绝的一步，它会直接穿越血脑屏障，告诉你的大脑中心，别吃了，咱已经饱了，甚至有点撑。所以那些打针的人其实是利用大剂量的合成激素，强行接管了这个指挥系统，而我们要做的是激活你原本已经罢工的那个指挥系统。为什么有些人的 GLP 一坏了？各位回想一下，你是不是经常吃那种深加工的、软绵绵的、全是糖和精致面粉的东西？这些东西还没到你的肠道深处就被吸收光了，你的 IL 细胞根本没机会接触到食物，也就没机会分泌 GLP-1。结果就是你明明吃了很多，大脑却觉得你还在挨饿，于是你陷入了越吃越饿、越饿越胖的死循环。既然知道 IL 细胞在肠道深处，那我们就得把信号源送过去。各位，姐问你们以为的纤维是什么？是啃干巴巴的菜叶子吗？在2026年的生物黑客圈，我们更看重的是可溶性发酵纤维，这才是 IL 细胞最爱的燃料。当这些纤维，比如贝塔、葡聚糖、果胶、菊粉，进入你的大肠时，它们会被那里的益生菌发酵。发酵过程中会产生一种神奇的物质，叫短链脂肪酸 SCFA。重点来了，这些短链脂肪酸就是刺激 L 细胞大量分泌 GLP-1的超级开关。所以别再顿顿吃水煮生菜了，那玩意儿不仅难吃，还没啥发酵价值。姐建议各位去吃这几种高阶燃料，大麦和燕麦，记住是那种需要煮很久的钢切燕麦，不是那种即食的糊糊。里面的贝塔葡聚糖是 GLP-1的天然催化剂，豆类、鹰嘴豆、小扁豆，它们含有大量的抗性淀粉，直接送达肠道深处，效果比打针还稳。各种菇类、真菌里的多糖是极好的益生元。听姐一句话，纤维不是用来刷油的，它是用来发酵产出瘦素的。你的肠道菌群吃饱了，你才会真的不饿。聊到这，姐不得不提一个最近在生命科学界大火的名字——阿卡麦氏菌，简称 AKK 菌。如果你的肠道是一座工厂，那 AKK 菌就是那个最勤奋的厂长。研究发现，瘦子体内的 AKK 菌含量普遍很高，而肥胖人群体内几乎找不到它。为什么它这么牛？因为它能直接强化你的肠道屏障，并且它代谢出的信号物质能让你的 GLP-1分泌效率翻倍。现在的医疗机构甚至在研发这种菌的补剂，价格贵得离谱。但是各位，
咱们不需要去买那些死贵的补剂，姐教你怎么在肚子里养出这种超模菌。AKK 菌最爱吃的零食是多酚，去喝浓缩的黑咖啡，别加奶加糖啊，去喝高品质的绿茶，去吃深色的浆果，比如蓝莓、黑莓，还有最扎心的，去吃苦瓜。苦瓜里的某些成分简直是 AKK 菌的催产素。当你开始有意识地摄入这些多酚类食物，你的肠道环境就会发生质变，那种不吃就心慌的感觉会慢慢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很平静的、掌控感十足的饱腹感，这才是真正的变身易瘦体质。各位，姐知道你们平时出门应酬，难免要吃点大餐，这时候你只需要用好这套进食顺序，就能在身体里架起一面 GLP-1的防弹盾牌。记住这个顺序：纤维或脂肪、蛋白质、碳水。为什么要这么吃？因为当你先吃下几口拌了橄榄油的蔬菜，或者几颗坚果，肠道会第一时间识别出这些高营养信号，这时候 GLP-1就会开始小剂量分泌，预热你的胃，让它变慢。如果你一上来就猛造一碗白米饭，血糖会瞬间爆炸，胰岛素会疯狂囤积脂肪，而 GLP-1还没反应过来，你就已经吃撑了。姐的一个私人小妙招，在餐前15分钟喝一勺苹果醋加温水。苹果醋里的乙酸能延缓胃排空，并且能提高身体对 GLP-1的敏感度。这一招能帮你挡住起码30%的血糖波动。第5章，苦味的艺术，被遗忘的饱腹信号。在进化的过程中，人类对苦味是非常敏感的，因为自然界里很多有毒的东西是苦的，所以当你的舌头和肠道感受器接触到苦味时，身体会立刻产生一种保护性反应，嘿，别吃了，这东西可能有毒，咱得慢点消化。没错，苦味物质能极其强烈的触发 GLP-1的分泌。现在的饮食环境里，糖太多了，苦太少了。各位试着去爱上那种高级苦，比如85%以上浓度的黑巧克力，比如羽衣甘蓝、菊苣，比如刚才提到的苦瓜。这些苦味不仅仅是口感，它们是直接发给大脑的停餐指令。习惯了这种苦，你会发现外面的奶茶和甜品甜的简直让人恶心，这就是你的味觉系统重塑了。说了这么多科学道理，姐最后想跟各位聊聊心里话。我们在2026年面临的是一个极其不友好的饮食环境，到处都是为了勾引你食欲而精心设计的深加工食物。那些厂商花了几亿美金在实验室里研究如何让你一口接一口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在这种环境下，靠意志力去硬刚，真的太难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姐今天要教你们这些生物黑客的技巧。我们不是在苦行，我们是在用科技和知识重新夺回身体的控制权。如果你现在正在为了减肥而焦虑，甚至已经买了那种昂贵的减肥针，姐建议你先停下来，问问自己，我真的了解我的身体吗？我真的给过它需要的燃料吗？真正的健康从来不是靠化学合成物强行扭转的，真正的健康是当你吃下一顿天然丰盛的饭菜后，身体感到满足，大脑感到平静，这种由内而外的通透感。别再为了一个指标去折磨你的身体了，它不是你的敌人，它是你在这世界上唯一的家。好了，听完这一集，各位可以直接开始实操了。今天午饭前，先喝一杯苹果醋，第一口菜吃点带苦味的青菜或者豆子。如果你下午想喝奶茶，试着换成一杯深烘的黑咖啡。当你开始给你的肠道菌群喂他们喜欢的食物，当你开始尊重你的激素规律，你的身体会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回馈你，那种轻盈，那种不用刻意控制就能瘦下来的自由，真的太爽了。在接下来的视频里，姐还会带各位深挖更多2026年最前沿的健康黑科技。祝各位今天肠道轻盈，信号满格，我们下期见。